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2022年哦，当每一个新的开始的年度，大家都会充满的希望。对于这个今年会有什么样新的展望发展哦，都有许多的评估。当然，也对于过去2021年发生什么事情，也会做一些反思跟回顾哦。那我们看到从2020开始哦，各国当然都产生了重大的一些影响，但随着疫苗啦，随着治疗各这样的一些方式不断的改进，我们就发现在去年2021年感觉有一种这个报复性消费的味道，所以我们看到全球的整个经济的发展高达将近5.9%左右。那各国当然表现不一哦，中国号称8%，美国、台湾也到6%，台湾也是11年来的这个新高，所以看起来2021年整个发展非常的蓬勃。不过大家知道在，这个随着去年年底到今年初 Omicron 这个新的病毒也对全球各国产生非常重大的冲击在最近的新闻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国家又开始所谓的创新高的这个确诊案例那导致大家对于整个2022年也不知道是要抱持的这个更乐观，或者是也有可能又要在整个疫情重新席卷而来度过。所以这也考验的各个国家的领导者如何来面对这些新的疫情当然这些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而这些经济又会对于所谓的反中势力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我们今天可以好好来探究一下。那我们开心邀请到我们中国经济学家，也是旅美学者陈小龙博士，我们欢迎陈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我们谢谢陈老师其实我们在谈到这个经济的这些发展的部分，我们的观众里面应该有许多对于经济议题的部分也是非常的关注那陈老师刚好又是在这领域的一些专家，我想我们也可以从几个面向来看到几个在今年几个主要的一个地区在经济上的一些发展的一些预估那当然美国当然就是大家最关注拜登这个有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去年一个法案，希望建构一个重建美好未来的一个法案不过大家看起来这个法案现在还是遇到许多的一些挑战不确定它是不是能很如期的可以来通过。美国当然是在整个世界经济还是扮演这个领头的一些角色。那当然啦，我们看起来这个目前所说的通膨也已经触及到40年的新高。那我们看到包含升息、包含 QE， 也就是量化宽缩政策，有可能开始要来做一些退场的部分，大家就很担心那拜登未来的美国的整个经济的一些发展的走向，那会如何？在今年会如何？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美国经济的发展，大家就很关注啦。那对于这个所谓的中国的态度会不会改变？这部分我们请教一下陈老师，您大概会怎么分析、怎么看待呢？我们一看一个国家的股市应该是企业经济表现的这个反应，当然也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那么先来看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拜登上任以后的政策，就首先是疫情方面。执政下差不多1年的拜登面对着一个事实，就是他任内因为新冠病毒死去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川普任内。今年年底就这个去年年底，美国的因为疫情死亡的人数达到80万人，其中呢2020年川普任内死亡的是38万5千人，而拜登的第1年疫情减轻了，死亡人数却高达42万人。在这方面呢，有一些州曝光了一些奇怪的情形，就是拜登上台以后有一些医院和州政府会出钱给这个因为其他原因死亡的病患家属，让病患家属同意把非疫情死亡的病患统计成疫情致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引起了美国民众对民主党政权操纵疫情数据的这个动机。他是不是想为了继续操纵选举，强行推行邮寄选票呢，在做准备？另外呢，就是不少共和党主政的州已经自行宣布放松疫情管制。那么结果以后呢，是放松管制后，疫情并没有恶化。目前是拜登下的3道联邦的疫苗接种令，但是
这道命令啊，在几个州被法院裁定越权了。另外呢，白宫要求医疗人员和大公司的雇员接种疫苗这件事儿，这个命令也被告到了最高法院，1月7号开始审理。那么这也是涉及到联邦的政府和这个联邦的行政部门是不是越权的问题。那除了疫情问题之外，拜登的其他国内政策也引起了大量的争议。拜登上任之初啊，民主党通过了一个高达 1.9 万亿的救市法案，结果因为发放的额外救济、失业救济过多，反而造成了低收入人群就业意愿下降，反而各行业呢人手不足了。同时，这个经济政策也造成了很高的通货膨胀。那去年11月的时候，美国物价是比这个上一年的同一个月上涨 6.8%， 是1982年以来的最大的涨幅。那这个不断上涨的开支呢，正在冲击着家庭的生活。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就相当于中央银行，它是制定执行货币政策，监管货币发行和流通，也要稳定美国的金融。那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是非常清楚的，美国通胀要是这个居高不下的话，主要是源于这个拜登政府滥发货币。那么拜登上任以后呢，曾经想让美联储啊为民主党那个大政府乱花钱的经济计划服务。这个拜登甚至打算提名一名社会主义者，叫做奥巴罗瓦，去担任美国货币监理署的主计长。这个奥巴罗瓦是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是公开主张美国的银行业要按照苏联的国家银行的模式实行改造。那去年9月底、10月初的时候，《华尔街日报》曾经发表了3篇编辑部评论，对这种态度表示高度担忧。那么，为什么拜登会这样做？因为拜登和美国民主党掌控这个众议院的国内政策有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用左派的这个政治理念来改造国家、改造社会。因此，在经济上就有一系列大手笔乱花钱的需要。比方讲，他们要设想要全面推动绿色新政，走德国现在正陷于困境那个绿色能源道路。当还想改变呢现有的医疗保险体系，每年耗费数万亿美元，用全民健康保险来覆盖所有人口，包括硬性闯关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他们也想扩大非法移民人口，为非法移民提供所有的社会福利和选举权，从而改变选民结构，把民主党的统治建立在外国人投票支持的基础上。他们还想模仿罗斯福大兴公共工程，学中共那个政府举债搞基础建设的那个模式。那么所有这些政策设想呢，全都要靠无限扩大财政赤字来实现的。而这些政策设想呢，主要都是民主党内占少数的极左派提出来的。那在白宫，副总统哈里斯就是极左派的代表。那拜登上任1年以来啊，民主派就是民主党内的这个极左派，依靠他在教育界、媒体还有文化界泛滥的这个极左派马克思主义思维，一步一步的裹挟着民主党的温和派，不断把民主党这个国内政策走向左转，再向左转。那么极左派他是不关心国际事务的，也不担心财政举债过度，他们喜欢是依靠债务发展经济这种模式，就是所谓的债多不愁。那么这种想法呢，是可以从这个后凯恩斯主义的这个现代货币理论，就是 Modern Monetary Theory， 从这个理论当中找到一些说法。美国现代货币理论的代表人物呢，是叫做 Randall Wray。他的主要观点是说，一个能够以本国货币举债的国家，它永远不会债务违约，因此美国可以用美元举债，只要多印美元就能还债。与此同时呢，他还认为说，通过提高税收就可以避免通货膨胀。这个理论是兴起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小布什、奥巴马都大肆举债。2016年12月的时候，奥巴马离任，留下了20兆债务。其中4兆是小布什造成的，16兆是奥巴马造成的。那么现在美国这样的物价迅速上涨，开始引发民怨，导致了拜登的民调支持率明显下跌。那拜登想把美联储当作行政当局的印钞机来用的这个企图呢，也越来越难以实行了。
那民主党的温和派当中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唱反调。最近民主党有一个参议员曼青，是弗吉尼亚州的，他就果断坚决地顶住了来自民主党内的压力，对拜登的基建大投资计划投反对票。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那个拜登的重建美好未来法案流产了，没有办法在参议院通过。而且还有10几个民主党现任的众议员已经宣布明年中期选举的时候要退出竞选，这样的话会导致民主党面临中期选举危机。那么对于依靠债务发展经济这种模式，民主党方面批评的人也很多。比方讲，奥巴马有一个前经济顾问，也担任过克林顿的财政部长，他叫做 Lawrence Summers， 他给华盛顿邮报撰写评论就说这个现代货币理论是巫毒经济。他比喻是说政治家对经济承诺高的脱离现实，而且说现代货币理论是通往灾难的道路。那么现任的这个联储会主席鲍威尔去年3月也对参议院的银行委员会表示过，他说对于那些以本国货币欠债的国家而言，债务不是问题的这种想法，在我看来是大错特错的。那么从今年1月开始，美联储可能会逐步收紧购买财政部的这个国债规模，3月中旬以前呢，可能会结束疫情时期的购债计划，这就导致会收紧政府财政滥发钞票的做法。另外呢，美联储今年可能会加息3次，以便遏制通货膨胀。但是拜登毕竟只当政1年，他的国内政策屡屡受阻，因此对企业界的经营冲击还不大。而美国的大多数企业呢，现在都开始适应了疫情冲击了，发展出一套疫情下正常经营的模式，企业的破产数并不多。除了现在零售和餐饮业没有办法完全恢复业绩以外，许多以技术研发和软件开发为主的企业，在疫情状态下通过远程上班是照样保持经营活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股市去年是连续第3年大涨，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今年分别上涨了 19% 和 22%， 实现了这个1999年以来的最佳3年表现。那么去年年初的时候，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曾经预言说，美国经济2021年将增长 3.7%。那实际上去年美国经济可能增长 5% 以上。失业率呢则远远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那么今年呢，美国会开始为拜登的经济政策付出代价，不仅仅是通货膨胀率会继续上升，而且因为联储会加息会影响到股市行情。美联储加息可能是在今年3月以后，那个时候呢，债券市场上美国国债的短期收益率会暴增，会攀升。但是目前美国国债的长期收益率仍然停留在 2% 以下，那么国债的长期收益率很低，这就会使美国经济的借贷成本不至于迅速上升。但是呢，联储会加息以后，银行贷款利率会上升，使得美国经济放缓。那关于美国企业界今年的表现，有不少行家认为说，企业利润这个今年仍然可能实现2位数的增长。那一般情况下，美联储刚刚开始加息的年份股市通常是表现良好的。那么美国经济为拜登当局的错误经济政策付出代价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导致拜登当局在应对中共威胁方面乱了阵脚呢？实际上我觉得恰恰相反。因为如果拜登当局的经济政策一帆风顺，当然那是不可能的。那假设他一帆风顺，那会怎样影响到白宫的对中共政策呢？那如果拜登当局的国内政策一帆风顺，那他在国际事务上就会让白宫的决策圈更多的受到民主党内极左派的影响，而民主党的极左派在意识形态上是亲共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对美国的反共盟友来说，拜登推行民主党极左政策的失败，恰恰是反共盟友们的福音。因为当拜登行政当局在国内事务方面碰到一头包，中期选举可能面临危机，会失去众议院多数席位这个情况下，
他为了保住国内政坛上不要因为国际事务决策错误而进一步失分呢，他会比较小心翼翼地应对中共，他也不太敢做让拥抱熊猫派高兴的事情。那过去这一年，拜登当局在应对中共的关系方面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那今年我们可以预期拜登的注意力会进一步转向国内政策，那么在国际事务上会继续小心翼翼。这种情况下，美国行政当局在民主党内的温和派共和党和军方的压力下，会延续去年以来对中共政策的方向。那么中国经济的下行和日益艰难，也会给美国商界这个拥抱熊猫派不断的给他们头上浇冰水。所以我想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可以知道美国在这个2022年的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些状况大概还是有许多的一些变数这个大概值得我们关注，因为毕竟美国的变动大概都会牵动到全球的经济一些发展。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就是日本那我们看到日经指数大概涨幅大概在 5% 左右，比起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说的全球约略在 5.9% 左右，当然是低于这个全球的这些基准特别当然他们的政策现在是用所谓的贬值来救出口。我们看到日币在过去那段期间已经有这个重贬了大概10%左右，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那为什么这个很多外资还看好这个日本的一些发展？所以老师您看日本的这些经济的状况，你会怎么看待呢？今年的日经指数是表现平平，平均股价全年上涨，就是主持人讲 4.9%， 但属于连续3年上涨，那全年它的走势是比较平稳的。那日经指数的历史最高纪录是平成经济泡沫破灭的那个1989年，那个时候曾经达到过38,915点，以后32年以来一直是掉下来以后缓慢爬升，现在是28,791点，离日经指数的历史最高点还很远。那去年9月，日本前首相菅义伟宣布他不参加这个自民党总裁的选举，那么那个时候呢，日经平均股价是快速上涨，一度升到30670点。但是岸田文雄首相上台以后日本的股市一度下跌，这反映了政府政策对股市的影响。因为岸田文雄是主张财富重新分配，要调涨工资，要提高资本利得税，那么这些政策就是都属于岸田文雄那个新形态日本资本主义那个说法。那这个欧美股市去年是上涨明显，年涨幅超过20%。美国的股市我们已经讲过了，欧洲的泛欧股市指数去年上涨 22.5%， 是2009年以来第2大的年度涨幅。欧洲的银行和科技板块都表现出色，上涨是 34%。那法国的 CAC 指数全年上涨 29%， 德国的 DAX 指数全年上涨 15%。 相比之下，日经平指数的这个涨幅显得很逊色。那为什么日本的股市不那么活跃呢？2021年日本实际 GDP 预计是增长 2.6%， 虽然增长幅度不高，但也不太差。那日本股市不振不完全是企业经营艰难造成的，而是有它的结构性原因。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之后日本股票的买家换了3次。泡沫经济时期以前，股票的买家主要是金融机构和公司互相持股。那泡沫经济崩溃，互相持股这种关系解除了以后，接盘的是海外投资者。那近2年呢，是日本银行和一些年金、公积金管理运用独立法人这样的政府机构在支撑日本股票的买入。那么现在这方面的作用正在减弱。那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因素，就由于日本的金融业是完全自由化的，日本的投资者可以自行选择投资日本的股票或者海外股票。那么这样的话，在日本股市缓慢爬升的年代里头，尤其是最近几年美国股市飙涨的情况下，很多日本投资者就不愿意买日本股票了。虽然很多日本越来越多的人都倾向于从储蓄转向投资，但他们心中都有一个不满，那就是为什么只有日本股票不涨？于是呢，他们的资金就主要转投到以美国为中心的海外股票。
当然这就对日本股市是个打击，资金都外流了。那么日本股市爬升的慢，又导致了海外投资者也不买日本股票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日本人越多买美国股票，日本股市就越来越难快速复苏。那这又进一步导致美国投资者越少买日本股票。所以日本的这个 Nomura 就野村证券公司有个商品企划部长叫中村熙，他是说投资者正在把资金转投给让人感觉全球增长最强劲的美国，而且现在日本人可以通过美股专用的 APP 下单，像玩游戏一样简单，回家以后随便躺着就能实时买卖。那目前呢，日本和国际市场是普遍看好日本经济的复苏的。多家欧美外资券商都认为说，日本股票现在是处于股价低估的状态。那加上日本的通货膨胀率低，所以日本股市今年的表现是可以期待的。是，所以如果听老师这样的分析日本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讲经济体所以日本的一些发展同样会牵动亚洲地区那还有一个很大很关注的是香港。我们看到在今年整个一开始开盘的时候，包含中国恒大就马上就这个被挂停包含这些美团中国快手等等，一样都是股价几乎都是拦腰，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香港看起来已经受到非常严重的一些冲击了这部分那请教一下老师，您又怎么分析呢？1949年以后香港长期以来呢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中转站。那么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2个10年的时候呢，香港这个外贸中转站的这个作用就开始下降。但是呢，金融中心的作用随着外资频繁的进出中国，变得对中共越来越重要。但是呢，物极必反。随着中国资金在香港的金融活动日益活跃，香港经济开始从大陆有求于香港变成香港有求于大陆。香港回归中国之前，港股当中它的市值里中资股只占1成左右。那这10几年下来，这个比例现在已经上升到6成了。可以讲这个10几年前这个香港证券市场已经大陆化。那么最近几年呢，大陆又开通了所谓沪港通、深港通，就深圳通香港，这个开通了这样的这个资金转移通道。那么大陆南下的资金经常性的会比从香港北上进入大陆的资金一年要多几千亿人民币，这样就形成了说内地资金对香港证券市场的这个输血效应。那南下资金里，它既包括内地的资金，也包括离开大陆的港资和外资，这是需要区分的。那港股通以后这个大陆内部的内地的资金南下净流入香港，到2019年底的时候累计是2493亿。同期呢，包含这个港资外资的所有南下资金都是多于北上资金的，所以香港呢是净流入2000亿。那么和中国国内资金南下净流入数字相比港资和外资是从香港净流出，北上薄利。也就是说，香港恒生指数的攀升对内地资金的依赖很大。那外资北上以后呢，大多是在大陆的 A 股市场做长期投资，因此可以这样做大致判断，就是南下资金对香港股市的支撑力很明显。像前年港股市场总成交额当中15%就是内地资金的贡献。但是呢，去年以来中共已经收紧了国内银根，同时限制房地产业这很多行业的盲目发展，那这导致说成为中国经济支柱的那个房地产业资金严重紧张，这样的话南下香港股市的资金也会减少。所以去年沪港通、深港通北上的资金净流入中国大陆是8000多亿，主要是进入了中国 A 股的制造业。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这样的资金流向表明目前香港的金融中心它主要的功能是从海外吸引资金，同时对内地大量输血，由此就造成了对香港股市资金的抽血效应。那这种局面之下，香港股市就越来越差，没有悬念了。
所以去年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4%，那香港股市的国企指数跌23%，恒生的科技指数跌33%，几乎是从今年高点腰斩。所以去年呢是香港恒生指数2011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年。所以自从香港股市形成对中国的内地的依赖之后这个事儿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经济开始下行，香港股市就发抖。那么去年香港股市领头大跌的股票多半是内地公司的股票，像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在香港股市去年跌幅是将近50%，腾讯跌了18%。那么地产股就是港股的重灾区，恒大是跌掉90%了，祥生是跌了84%，中国奥园跌80%，世茂集团、佳兆业集团跌77%，花样年、宇宙集团、建业地产、富力地产、时代中国这些中国的房地产大亨都是超跌60%，还有融创中国、雅居乐集团等等是超跌50%。所以再加上呢，香港内地这个教育股更是跌幅多达70%以上。更糟糕的是，就是内地股市对香港股市的抽血效应会造成说内地股市小跌，香港股市大跌。所以香港再也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东亚金融中心，而是已经变成了高度依赖中国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中国小弟。所以要判断香港股市只要看清楚中国经济走向就可以了。是，我想这个谈到中国经济的走向，当然我们接下来就请教老师有关中国经济的一些发展。过去会认为很重要的经济支撑包含新经济包含房地产、包含金融业是整个中国非常重要的经济的3个驱动的一个行业那我们知道新经济不管是马云、马化腾交出兵权，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许多的对于新创事业的整数，包含房地产，刚才提到了恒大在香港挂牌第一天马上就已经挂停了，然后到我们提到的这些金融业的部分的一些问题看起来好像中国的经济是有一些令人非常担忧的一个状况。可外资同样非常看好，他们认为中国的股市也好，整个经济的发展还是认为说是可以有所期待目前看起来在中国的部分也是好像有两边的声音都在说话，有时候讲的看着不同的媒体、不同的报道，大家看到最后都有点一头雾水了。那老师你怎么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这些相关联动的问题？中国我先说它的股市，中国的股市实际上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股市，那和民主国家的股市它走向是完全不一样的。前面我们讲过，去年美国经济增长大概是3.7%，那么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是分别上涨19%和22%。那欧盟经济去年增长4.2%，那欧洲的泛欧指数去年上涨22.5%，那日本经济去年增长2.6%，日经指数去年上涨4.9%。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 IMF 最新发布这个世界经济展望，它把去年中国经济增长预估为8%。那么这样的经济成长似乎仍然领先全球然而中国的股市是完全不配合。去年上海证交所的上证指数涨幅是 4.8%， 那深圳指数涨幅只有 2.7%， 不但它不能跑赢美欧日，反而成了这些主要大经济体当中垫底的。那我们在以前节目里也介绍过，中国这个 GDP 数据可能对水夸大，而且呢，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也会受到影响，跟着夸大。但是呢，股市反映出来的是企业的业绩表现，它很难夸大。或许呢，股市的状态多少可以折射出一点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那就是中国经济远没有中共自己吹的那么好。这个中国有一家媒体在做股市年终分析时候用了这么一个标题，叫做复盘2021的 A 股市场，
今年的投资到底有多难。这篇分析说呢，2021年是投资极为艰难的一年，不同行业内的年度走势仿佛阴晴不定的天气，令投资者难以琢磨。这话的意思是说整个中国股市完全看不出来中国经济增长达到啪的这个兆头。那很多行业都是经营恶化，或者干脆的一垮到底。那下面呢，我就介绍中国股市主要行业去年的状况。那首先呢，就是由消费、医药、科技、制造这几个行业的龙头公司组成的。他们呢，应该本来是比较稳健的，但是去年持续走低，风光不再。中国的证券公司都纷纷下调这些公司的全年盈利预期。其中呢，与养猪有关的企业因为肉价下跌，这个股价喋喋不休，盈利腰斩。那么金融行业里头，保险公司的股成了行情下跌的重灾区，今年表现垫底，各大保险公司他们的股价一律清一色下跌。那股市行情不好，券商的上市公司的股市行情也跟着下滑，48家上市券商当中39家股价下跌行情。所以呢，这个股价下跌的券商占上市的券商80%以上。那第三就是科技股方面，中国有一个说法叫做苹果产业链，就是指为苹果手机制造零部件的那些主要企业，业绩也都在下滑，股价纷纷下跌，多的下跌3成4成，少的下跌15%。那其中的防疫概念股也是繁华落尽，归于平淡。虽然疫情在中国此起彼伏，但这个行业的医药公司已经遇症乏力了，跌幅很大。那么第四个就是房地产相关的企业的状况是集体杀跌，地产股成了叫地惨，这个惨是指惨淡悲惨的惨。那么随着房地产泡沫破灭，房地产公司的股票成了最惨的板块，其中恒大已经快要跌停板了。我讲都在中国。另外，华夏幸福的股价下跌7成，嘉禾集团的股价从2018年的高位从21块6毛3跌到现在2块3毛5。和房地产密切相关的装修家电企业也遭到房地产业垮塌的打击，多家家用电器公司的股价跌幅都超过30%。那么在服务行业方面，这个教育培训行业呢，是因为中共对校外辅导行业的严厉管控，这些行业的上市公司进入了股市寒冬，他们的股票再也没有翻身的希望了。那么航空和旅游业也同样不妙，四大航空公司当中，东方航空和海南航空下半年这个股价分别跌幅在7%和15%，春秋航空下半年以来是跌幅，这个股价下跌8%左右。那很多旅游概念股也因为疫情而状况艰难，纷纷下跌。那么上面讲的这些行业都曾经是中国经济繁荣的受益者，现在呢就成了经济下滑的牺牲品。那中国最活跃的大公司它都曾经在美国上市，这些大公司通过在美国上市，从美国圈走了一大笔钱。但是呢，现在的这一批企业的股票，这个也处境非常悲惨，就是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大公司，这些公司有一个称呼叫做中国概念股。它的含义呢，我在以前节目里介绍过，就是说中共当局一直借口国家安全，不允许美国购买中国股票的投资者看到中国在美国上市那些公司的财务资料。那么这样的话，这些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股票就被称作中国概念股，因为这个美国投资者他只能相信中国经济前景灿烂这个华尔街营造的概念，那相信自己买的中国股票不至于亏本。但是最近这个中国在美国这些上市公司突然遭到压力。去年12月2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 SEC 颁布了新的规则，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呢，必须披露它持有所有权结构和这个审计细节。这个新规定出来以后，中共在政治上还是不会让步，仍然不允许这些公司披露财务资讯，因为很可能其中不少公司的财务资讯会暴露出欺诈问题。因此2年以后，这200多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可能会被美国证交所停止交易。那么这样的话，
美国投资者已经在开始陆续抛售这些中国概念股，以免到时候砸在手里头。那本来中国的大公司到美国上市圈钱啊，是他们获得经营资本的重要手段，也是在香港股市和国内股市展现公司价值的镀金方式。但是现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整法规的态度明朗化以后，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就梦断中途了。去年上半年，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曾经创出历史新高，但是去年7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踩下急刹车。当时是有50家中国公司正在推进上市筹备工作，但是呢，美国证券交易会不批准了。结果，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就 IPO， 它这个案子到了去年7月就只剩下1件成功的案子，而8月份这个被批准的就数字是0，以后就没有了。那么在美国上市这些中概股啊，还受到中共经济政策的打击，跌势惨重，多家巨头的市值蒸发数千亿美元。其中阿里巴巴这家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它在美国的上市股票从10月下旬以后市值减少了4000多亿美金。腾讯呢是中国最大的游戏和社交媒体公司，它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从去年2月以后市值蒸发了2.7万亿港元。中国最大的轿车公司就是滴滴出行，6月份在纽约股市是首次发行，几天以后就成为中共当局用网络安全做理由在进行调查。那么当局下令呢，它的这个应用程序要下架，而且禁止注册新用户。这家公司在美国上市募集到44亿美金，但在美国上市的以后，它的股票价值市值下跌了40%。另外就是新东方科技交易集团去年7月在美国上市以后，股票市值也减少了74亿美金，今后还会继续大跌的。那中国的概念股啊，这些公司集中在互联网、教育、科技、娱乐、新能源这些新经济领域，一度是被投资者看好的，股价也水涨船高。但是中国概念股去年累计跌掉了7600亿美金的市值，差不多是蒸发1/3。那200多家中国概念股公司当中，80%的公司股价下跌，其中大跌80%以上的有40家，跌幅在40%以上的超过150家。那经历过几次大跌以后，很多公司的市值已经严重缩水，新东方市值已经缩水少了89%，阿里巴巴是下跌了51%。那美国呢有一家著名的资产管理公司叫 TCW 集团，它管理的资产是达到2600多亿美金的。它有一个新兴市场董事总经理叫做 David Levinger。那么他曾经是美国财政部的中国事务资深协调官。他去年12月15号接受NBC， 就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消费者和新闻与商业频道的采访。他采访中说的，他说目前在华尔街上市的中国公司，未来3年将全部从美国资本市场退出。所以他说，我认为对许多在美国市场上市的中国公司而言，基本上已经是游戏结束了。The game is over。那么华尔街日报去年12月31号发表了一篇报道，标题是中国企业 IPO 衰落，投资者目光转向亚洲其他地区。这个报道引用高盛集团的一位叫做日本以外的亚洲股权资本市场联席主管叫 William Smiley， 用他的话，他说呢，2021年的一个突出趋势就是投资者对中国以外的市场更感兴趣了，这些市场比以往更红火。那么纳斯达克亚太区的董事长叫 Robert McCooey， 他也说，预计今年到纳斯达克挂牌上市东南亚企业将大幅度增加。那么这些中概股今后怎么办？它只有3种选择：私有化退市、回归港股或者回归中国的 A 股。但是呢，退市是只适合那些股权相对集中、拥有外资股东支持的中小市值公司。由于私有化是需要大量赎回资金的，所以选择私有化退市的公司并不多。那么香港交易它能不能回归港股呢？
香港证券交易所是准许在香港2次上市的标准是说，公司的市值要大于30亿港币，并且是已经上市5年，或者市值大于100亿港币，已经上市2年。所以大的中概股公司可能会选择去香港股市去，但是中小市值的中概股就没有办法登陆港股了。至于回归中国股市呢，其实也未必就尽如人意。像 A 股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主板市场门槛比较高的，很多的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没办法满足条件，所以可以想象，他们想回中国的股市上市未必行得通。那么基本上说呢，中国公司通过到美国上市这条路走到头了。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企业对美国发行的企业债券接连发生违约，到期不能还本付息，这样的话，在华尔街发债融资这条路也快走到头。那么就这样的话，在华尔街红火了数年的中国概念股就成了末日黄花。那2年以后呢，中概股就可能成为经济史研究的对象。这也折射出来，中国通过国外融资来挽救经济这条套路已经碰壁了，最终呢又反过来让中共面临更多的经济困难。显然的，华尔街的投行在中概股上栽了大跟斗了。但是呢，那些一向向客户吹捧中国经济的基金经理们是不甘心的，他们想在 A 股和港股上面稍微挽回点损失，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饭碗和地位。所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呢，他们又到中国国内股市去趁低买进，想搏一把。那当然了，配合他们这个举动，这些基金经理们就会强调说中国经济还有潜力这个值得投资。那问题是，华尔街投行们对中国经济的分析过去的错误太多了。那么现在这些投行基金经理呢，被自己的既得利益捆绑，也不愿意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所以他们的进步是有限的。他们实际上是在帮中共一把。那我们前面讲到，中国股市行情去年是略微上涨，这就还是拜华尔街之赐。就是如果没有华尔街去年这个下半年出手相助，去年中国股市可能和香港股市相似，就年中时候整个股市全年是下跌的。那么今年华尔街能够继续拉抬中国股市吗？恐怕这个机会不多，而且呢，这个能力也有限。因为华尔街能够投入的资金毕竟不会太多的。那更大的问题是说，今年多数的中国公司他们的这个业绩可能比去年更难看，所以华尔街投行们在中国国内的 A 股上还会吃亏的。今天很谢谢我们陈小龙老师针对全球几个主要国家，包含美国、中国，包含日本也特别我们关注到香港的整个这些未来经济的一些走向的一些分析当然有悲观有乐观，中间有许多的一些变数显然2022也抱持着乐观，但同时也带有非常多的一些挑战。我想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针对类似的题目，我们都会持续来做关注那最重要的是，希望今年的节目也要大家多多指教。如果对我们的震惊最前线无码看中国您觉得非常的喜欢，也恳请大家帮我们转传、订阅、按赞、留言、分享我们制作团队也认为说，我们有许多的观众朋友的留言都非常的棒，我通常都称这些朋友是我们线上的评论员，他会在我们节目以外做了更多的补充，甚至有时候会给我们订正都非常的感谢。这也是我们觉得震惊像一家人那我们未来在节目当中也会适度的把这些留言也许我们会有个适当的机会跟大家来回应，来做一些讨论那就再次感谢大家当然别忘了要打开小铃铛，有助于大家更快第一时间收看到我们节目的一些讯息所以再次感谢大家。2022年也请大家多多继续指教。那再次感谢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感谢主持人，感谢我们各位观众朋友们收看。